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的防长想在香格里拉论坛上会见中国的防长，但是被中方冷处理。自去年20国集团巴厘岛峰会以后呢，中美高层对话中断，就成了美国反复炒作的话题啊。即使中国的外交负责人刚刚会见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美方还是纠缠不清。美方的几个核心的内阁成员，包括国务卿布林肯、防长奥斯汀、财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都表示想要访华，想和中方的相应的官员对话沟通，但是中方呢一律不加理睬。美方甚至表示连中美热线都打不通了。最近，美国的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表示，希望在6月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论坛上呢会见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但是中方表示因为李部长正在遭受美国的制裁，中方不太可能同意这样的会见。美国彭博社5月11号甚至报道说，有消息人士透露，拜登要全面的推进和中国的接触行动，让中国找不到拒绝的理由，要展现诚意。如果再遭到拒绝，那就是中国的责任了。此前呢，《纽约时报》、CNBC 这些媒体宣称，美国从来没有遭到过如此外交冷遇，即使是冷战时期，苏联也没有大规模拒绝美方的访问邀请。听起来美国人还真是挺着急要和中方讨论些什么问题。但是从李尚福部长遭受制裁，我们就能认识到美方是没有任何诚意可言的。美方制裁李尚福部长是借口他主持从俄罗斯引进了一批武器装备。中国、俄罗斯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彼此的军贸交易不受第三国的限制美方的制裁本身就是非法的。既然要防长见面，那总应该先把这个制裁这个障碍取消吧，然后公开道歉吧，才显得有诚意吧。可是美方却对此只字不提。中美两军无法进行正常的沟通，说明两国之间没有军事互信，这很容易发生擦枪走火事件。特别是美军的各个军种现在都在中国周边不停地进行侦察、监视或挑衅。美国多次表示不接受中国的武力统一，多次搞所谓的南海航行自由。如果两国在台海、南海发生武装冲突，首当其冲受害的将是东南亚国家，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环境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中国大陆如今是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台湾地区也和东南亚国家有着传统的经济贸易往来，在这个区域早就形成了千丝万缕的经济共生关系。这个经济生态一旦因为战争而遭到破坏，多数东南亚国家马上就要面临国家经济或财政上的困难。所以中美防长见面会谈乃至建立共识都是有必要的。但是面对美国的无理制裁，中方不可能接受和安排两国的防长会面，否则就等于承认美国的制裁是正确的，是合理的，中方就接受了。美国会解除对李尚福部长的制裁，为会谈创造条件吗？5月5号有新闻报道说，五角大楼发言人被记者问到对中国防长的制裁是否会影响会谈，他表示根据通过制裁反击美国对手法案，奥斯汀得到授权可以和李尚福部长处理美国政府的官方事务。也就是说，美国既不打算解除制裁，又打算要与中国军方会谈。当然了，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也没有讨论解除制裁乃至道歉的可能性。仅仅是拜登政府与中国沟通的急切要求，也遭到了软弱的指责。有美国的智库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表示，美方急于与中方恢复高层联系进一步加强了中方的影响力。5月9号，特朗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拜登政府采用错误的方式应对中国，显得美国如此软弱。所以中美双方的高层双边会谈短期内是看不到希望的。我们的老人家曾经指出，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如今看来美国还是不讲理，显然没有逼不得已，所以我们还是没有必要搭理他们。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